撞球是一种精准运动，需使用撞球杆搭配各种细腻思考，将球打进袋。而站姿及运杆是成功击球的基础，平衡的身体与稳定的出杆，让每一次的击球都更加准确。架杆需要留意，连接你与球杆的桥梁。精准的控制从这里开始。架杆时，保持手臂的稳定，球杆与手的接触要自然顺畅，这是击球准确的关键。定杆，打击白球中心点，是学好撞球最重要的基本功。推杆，控制力道与速度，感受手腕的顺畅，让白球稳定向前。拉杆，利用出杆速度与准确的打点，让白球碰撞到子球，产生反作用力。定杆、推杆、拉杆，这3种基本击球方式是每位选手都必须掌握的技巧。在撞球的世界里，精准的灌球就是王道。颗星灌球让子球没有在进球路线时找到进攻方式。跳球让白球轻盈越过障碍。精准击中目标需要不仅是力量，更是精准控制和完美的时机，是展现选手实力的高难度技巧。大角度薄球，让你在比赛中取得继续进攻的机会。组合球，进阶技巧将是制胜关键的一击。在撞球比赛中，不仅是技术的对决，更是智慧与心态的较量。每一场比赛的胜利，都是日复一日努力不懈的成果。113年度台湾杯全国撞球锦标赛，一起见证撞球的未来之星。好，所有喜爱这个撞球运动的观众朋友，大家早安，打给贺，欢迎您在这个8月31号跟9月1号的周末2天呢，透过高雄市撞球运动协会的 Facebook 脸书专页，还有 Hot Sports YouTube 频道跟动姿 Sports YouTube 频道，加入到113年度台湾杯全国撞球锦标赛。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第2天的赛程了，这个公开组会更加的紧张刺激。那今天还是很开心，邀请到来自国立中正大学撞球队的教练林全甫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的赛事讲评。老师早安。主播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昨天31号的比赛，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蛮多小选手，不管或者是这个昨天拿下冠军的少年球王这个志宇他稍后也会在主播台上来分享一些他昨天的一些感想。那对于昨天这些选手们第一天牛刀小试，可能还在找感觉的状况，你昨天怎么来评价昨天的比赛水准？昨天的话，大家比赛的话，第一场可能也许会有些小小的状况，但昨天第2场或第3场的话，大家有进入这个状况，对，比赛内容就会顺畅许多，以及进球的这个几率会高蛮多的。那大家也会有发挥平常练习的水准。那希望大家今天第1场就能马上进入这个状况，然后能发挥自己平常练习的水准。是，而且我们说这一次的比赛真的要感谢各方的大力支持，让这个有赛事的直播去呈现，选手们在比完赛，他可以很快的透过这个回看呢，来做昨天的一些检讨跟调整。那这边有一个 QR code， 也欢迎观众朋友可以扫描来进入到赛事的聊天室，我们里面呢都会有小编来为大家服务对，然后马上呢，紧接着在大概30分的时间，我们就会来进行公开组64强的比赛。好，今天在比赛场地呢，还是很感谢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妇幼青少年活动中心。我们今天在这个 B1 的地下室也摆了许多张的撞球桌，让好手们来比赛。那您看到的画面这个是这个外围的比较场次，而我们有安排一个主桌。
就架设了很多个摄影机，那个就会是主要的比赛桌场地，然后也出动了很多个方向的这个角度哦，让观众朋友可以透过比较详细的角度，然后来看一下选手们的表现。好，今天我们的这个理事长、会长也是同样在跟选手们讲一下今天的一些比赛赛制啊，因为刚刚老师有跟我分享，有一些这个学生他可能31号还是打高中的这个赛制，但是呢9月1号之后他已经是大学生，他就要跳到大学的赛制，是的，蛮有趣的，可以跟我们多分享一下。就是这个我们的局数的定制是由于是他的这个就读的年级，我们去做划分的。对，那有些人的年级他可能在这个暑假的时候会有所不同，所以我们的局数也会做调整，然后希望大家可以遵守这个规定，然后可以按照自己的局数打出自己该有的成绩，也祝福各位选手。虽然我们说哈，这2天都会有一些不同层级一起在同台较劲的较量，那会有一些让局的出现。是的，但其实昨天我们也看到了蛮多情况，不一定是你年龄越大你就会赢哦。我们有看到一些下课上的惊喜，这样子。好，那再跟观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在今天的比赛呢，这个国小学生他们是拿下2局就可以获胜，那国中学生及高中女子是3局，然后高中男子及大学或是19岁以上的女子呢是4局，然后最后是大学或19岁以上的男子呢，他们是要拿满5局才能获胜的。是的，对。好，在我们的这个比赛桌台这边，2位选手也上来了。第一场比赛我们看到是由黄瑜翔来对阵蔡义成。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是其中黄瑜翔选手要拿下5局才能获胜，而蔡选手呢，就是有获得让1局的优势，拿下4局就可以了。没错，那这2位选手，左边的黄瑜翔选手是我们中正大学的学生，然后蔡义成选手是我的学生的学弟，所以这2位选手应该也是有一种是。我们说牵绊吧，羁绊啊，冥冥之中哈，这个撞球圈很小的啦。其实大家都是，你是谁的朋友？你是谁的学弟？谁的学长？这样是都是有可能的。也是我们的林教练，其实在这个撞球界耕耘很久啊，所以在徒子徒孙或者是亲朋好友真的超多，你都认识。那这2位选手以往跟他们相处，或者是对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印象？这2位选手的话，平常练习都还蛮不错的，但是到了比赛可能就会开始想的比较多，也不是紧张，就是顾虑的会稍微多了一点点，顾虑的比较多。那也希望说这2位选手能尽量顺其自然一点，不用想太多。你平常练习怎么做，你比赛中就该怎么做。那比赛就是放轻松，这个短局数，然后比赛成绩的话，也是有一些中小学或者是高中的同学在跟你打的话，你就不用太紧张，你就是发挥你年龄的优势，沉着，然后稳定，就可以获得好的成绩。也跟观众朋友说明一下，我们这次的比赛呢，就是选手们刚刚完成抓球之后，就会由获得先发权的选手来进行自排自冲，使用的是大会的3角框来排球。那冲球的时候呢，母球必须要置于终点，然后也是有3颗为例的这个规定。是的，好，那我们就是选手在排球的时候，可能因为3角框它比较需要排的仔细一点点，然后会影响到冲球许多，所以选手在排球都会相当的仔细。对。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反复的在排球，这也是在比赛中很重要的因素。你排的好与不好，就会影响到你自己接下来的成绩。对，像我们早期比赛都是对方帮我们排球，然后就会出现对方帮我们随便乱排，就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发挥。所以现在都改成自己排，自排自冲。对，这样子个人作业，开不好也不能万谈巴拉。对，个人作业个人担啊。不然透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还有这个工作人员他会来做一些视察哈。是的，对。那其实像现在都是排在这个圆点，这圆点的意思就是桌上有一个3角形，那我们就把这个金属框就放在这个3角形上。是。那也有一些比赛是这个球队会往上排大概半个星距。那有些比较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他身高还不太够 ，OK， 那他就可能会有点排不太到，这时候就需要我们的工作人员去帮协助。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黄瑜翔选手第一次的冲球。那我们这次冲球母球是置于这个发球线的终点哦，也是俗称的头点。
好，我们看他冲完之后，球形非常的密集啊，有点好像还是排不太好。没错，集中在右下方跟右侧哈。是的，大概有2坨这个集团。没错。那我们可能这一盘球会稍微需要慢慢的解开它，有点像这个不小心把耳机线放到包包里面打，是需要自己慢慢解开，对，没问题。因为毕竟今天是这个赛事的第2天，对，然后的第1场比赛，对，也是我们公开组的第1场比赛哈。蔡依晨率先打进1号球，没错。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座3，他选择的是推杆啊。那我本身会建议他打拉杆会比较好，会比较能靠近3号一点。那推杆的话，这样距离就会稍微远一点。那我们昨天其实也看到很多选手在母球的做球上面，如果做的稍微远一点点，就会失误蛮多的。那我也是建议选手这些小选手们能在做球上面选择比较好一点点的路线啊。如果去太保守，会影响到你的准度上的发挥。好，我们说着说着，马上就发生了。是，这个不是我神算啊，是这个几率依据统计学来说，确实是容易发生失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黄玉祥选手的第1次进攻，我们看他会怎么做选择。好，昨天比较少可以看到选手用到的黑前节哈，今天就有看到这个黑科技的杆子。然后听说这个黄选手这支杆子也是刚拿到1个礼拜啊，那看他适应的如何。OK， 通常你们在换杆或者是一个适应期，是会大概要磨合多久？这就要看跟你原本的杆子属性相差多少，相差的越多，你就要花费更多的时间。OK， 但有些人是原本他那支杆子就不适合他，然后他找到自己一支更适合自己的杆子，他就可能1天就好了。所以有一句话叫做千金难买顺手杆，就是你很难去找到一个顺手自己顺手的杆子。那如果找到的话，那真的是机缘很好。人家说打的都是缘分。对，不管是撞球也好，羽球还是网球这种需要有手持杆器的或者是拍器的这种运动啊，真的有些人穷极一生或许都没有办法遇到那一个他最适合的武器。没错。好，我们来看他会不会走捷径，有走捷径，他走到了。看来这个杆子用起来蛮顺手的哦。黄玉祥利用一个 kiss 球的方式，用挥球去击9号球，很快就拿下了这场比赛的第1局哦。没错，信心满满。对，昨天忘记来比赛，今天总算记得哈。看来昨天在家看转播，也 OK， 也 OK。感觉怎么没有来？来了就是冠军了。对啊，这2天主办单位也是为选手们，当然是除了切磋之外，也是要提供一些吸引力。所以呢，这2天的比赛，我们的冠军呢可以获得6000元的奖金，配上高级的奖状跟奖杯。亚军3000元，然后季军可以选2位并列，然后是1600元，以及第5名的可以有4位，然后是1000元。那如果呢，你2天都获得了冠军，我们再加码2000，然后或者是2天都获得了前3名，加码1000。哇，这奖金非常的优渥啊！是对这个学生来说，真的是奖金蛮高的，零用钱可以赚了。每个人都是在这里赚零用钱啊，爸爸妈妈给的可能不太够自己要换球具啊，要购买什么东西，就是靠这些赛事。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号跟9号球的位置。有球进1号球在洞口，但不晓得9号球有没有挡住进攻路线。如果没有的话，应该可以继续进攻。开球还是蛮有爆发力的。是，
是在开球的途中啊，把5号球给打进了。对，可能刚刚没有排好，这次就有排好。对，他这一次的这个赛点就对，你看他现在在尾巴这边再加装一个这个叫做延长把，延长把可能母球的位置稍微远一点，所以他需要把球杆加长一点点。好，那他小心他自己身体下方的球不能碰到。好，果然还是受到身材的影响应该是可以打进，但我感觉他刚刚有点急了，有点急。对，他架上去位置还没有调到很好，他就直接出了。确实，对，我也是这样子认为。那他可能是因为那个6号跟7号在他身体下方，他坚持不久，是核心可能要练一下。对，这个以前的这个前辈们都会说，这个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练一下核心，或者是这个皮拉提斯。对，然后练的话，对于你的伸展度会有所帮助因为有时候撞球嘛，它受限于这个桌子的长度、宽度，你必须要把你的身体做到最延展。对，所以这个皮拉提斯是一个蛮好的帮助。对，那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又没差，我身体本来就这么长。那其实根据研究就是如果你有做这个舒展运动的话，会多这个1至2公分。那在撞球的世界里，多1至2公分其实是蛮多的，因为其实你就差那1-2公分，你就可以把球的精准点打得更好。对，任何一项运动，只要有心往这个更高层级去迈进就每一个小细节有进步的地方，你都不能去疏忽。没错。好，蔡依晨刚才在第一局前面顺手打了两三个，但是在打3号球的时候发生一个失误，然后呢就被对手给走捷径了，所以在第2局看看他可不可以把自己的完成度再提升。没错。好，那这个拉到这里的话，6号球不知道会不会被7号球影响，应该是不会有影响的。这由于转播的角度，可能让我们有这个误会产生。好，看他的信心。好，刚刚说到一些细节的手感，我就想到之前看过一个影片，就是这个说着说着，这个可能7号球还是影响到了。好，留下了chance。那我们看一下黄瑜翔选手可不可以顺利收下这最后的4颗。好，我们回到我们刚刚说的细节，就是像周天成，他就说他在缠绕这个羽球拍的时候，他很需要到他的那个缠线握把的地方，他绷带在缠的时候，他需要每一次都要缠一模一样。他觉得他只要一点点不一样，他就觉得握起来不对劲，别扭。所以他就觉得那会影响到他的感觉。是，所以有很多细节，尤其这种高敏感手的触觉、握觉，对他们来说都会影响到他们在打击上的感觉。选手都其实一开始可能初学者不会有影响，可是到这高层级的时候，任何小小细节那种敏感度是会提高到很多的。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心理暗示，就是他会习惯让自己在一个最有自信的情况下去出赛，对，然后排除掉自己心里的杂念，所以他透过不管是这种缠绷带的方式啦，调整这个羽球线的磅数，或者是我们常看到这个网球名将 Rafael Nadal 他在打比赛的时候，他排那个水平的位置他都会特别去讲究排一个好像法阵一样，对，都不能歪，那就是他的一种习惯。你只要歪了，他就觉得哪里不对劲。没错，对，我觉得这是仪式感，对顶尖选手的一些仪式感，这也是他们自我做心理调试的一个功课。哇，谈笑之间，黄瑜翔又已经把桌面上的球打到只剩下最后1颗了。没错。虽然力量稍微不太好，但应该还是可以进攻的，只是在信心上面看他可不可以展现出来。好，看好点母球，避免洗带的危机就好。好，这个是薄球，小心母球要洗下方的底带，必须要削在它的右侧，很薄一层。好，漂亮，应声入袋。是，好，目前2位选手整个进攻节奏行云流水。
没错，对黄云翔选手昨天没来，真是可惜，有点小可惜哦。不然对至于可能就6000块就不能轻松带回家了。对，不一定可以打败他，但是我觉得可以受到不小的威胁。对，看他今天还是能顺利收下这4颗球，应该是还是在这个状况之内，哦，没有问题。好，这样子很快，这场比赛前2局就是由黄选手这边拿下。没错，看起来他用这个杆各方面都还蛮顺的哈。对，没错，这个黑科技就是帮助选手在发力的过程中比较减少误差。对，只要不要下一些特殊的杆法的话，这个黑前节是蛮有优势的。观众朋友可以特别注意一下他冲球的这个杆，就是老师说的。现在这个品牌啊，我们就不方便打广告，但这个品牌是目前市占率蛮高的一个品牌啊，但它也相当昂贵啊。这个一支我们称之为冲杆啊，它的价值应该已经接近一支打杆的价位了。以前的话都是冲杆，大部分都在1万块左右，是那这支已经有超过1万块许多了。当然，因为在现代的撞球很多战略里面，就是冲球的影响整个局势的胜率啊，一直在被强化。是的，所以选手也很乐意在冲球这个环节去提升更多的武器。没错。好，那我们蔡同学要赶快拿下1局啦，稳定一下自己的军心啦。尤其有小年纪的小朋友比较不太会打逆风球，然后他们在处于落后的时候就会开始打得畏手畏脚的。那我们也希望选手们能在落后的时候呢，想想自己平常练习的状况，赶快发挥出来。哎呀，可惜。这一颗2号球对蔡依晨刚才的那个角度，并不是太好处理。没错，稍微跑得远了一点，可能一大早眼睛还没开啊，是这个远球还看不到，迷茫之中就出了杆。也跟观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今天9月1号周日的赛程呢，大概预计会从9点30分，然后一路转播到下午的4点30分，所以对于有些选手来说，他也是打个大半天哦。没错。那如果对比赛现场气氛想要参与的朋友，也可以来我们现场帮这些选手加油哦。其实我们交通蛮便利的，然后这边离捷运站以及火车站都蛮近的，是不会太远。好，那蔡依晨同学呢，这次拿出他的跳杆，他选择跳球。昨天我们也有看到一些选手做跳球，有成功的，然后但我觉得好像失误的比较多。对，我们那个庄思雨同学他也有失误1颗，是哦。跳球的确是一个比较高深的技术。哦哟，哇，犯规了，犯规哈，先碰到6号球了。像刚刚这颗球就比较远啦，力量上可能就比较难。是，但他第一时间再看一下，这是一个长跳呢。对，看对，他是没有直接用6号球去踢。啊，虚晃一招是，对吧？但这是个艺高人胆大的尝试，我喜欢。好，那我们留下来的球型也不好处理啊，3号跟6号成为一组集团球。那我们来看一下黄云翔选手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难题哦。那我们撞球有一个很特殊的规则是，对手如果连续3次犯规的话，那我就可以赢下这一局。所以像刚刚对手已经1次犯规了，我可以再做第2次的难题给他，然后让他再营造去玩他心态。对，他可以再犯第2次或第3次。好，那我们黄云翔选手并没有这样做，但他还是留一个难题给奕晨啊。这个背娃娃后面有个6号球。好，那我们也可以看到选手他自己有自己的巧克，然后他这个没有用主办单位所提供的巧克。那现在巧克蛮多品牌的，
然后它的作用主要是在防止这个皮头以及球接触的时候会有滑干的现象。那这个各个品牌的优点跟缺点就是在于这个巧克。我们说巧克，它就是英文的直接翻译 chalk， 它就是粉笔的意思，它就是一些止滑作用。那止滑就是需要巧克上面的颗粒大小，就会影响到你的作用好与不好。确实哦，用巧克在跟皮头做摩擦这个动作，确实是很多人对于撞球的这个很深刻的印象啊。没错，而且它其实有时候你皮头上面就已经有巧克，还是会去抹的时候，主要是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啊。是。而且这个价格差别蛮大的，据我所知，最便宜的一个10块就有了，对，然后贵的现在也有1000多块，哇，所以这个可以差到100倍耶，没错，所以现在这个东西都价格琳琅满目啊，这个好处也是说不尽啊，真的价钱就是1分钱1分货啊。如果你想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这个东西就太不可能了。我们来看一下，哎呀，差一点点，被抵带前的颗星阻挡了一下哈。那现在这个球都塞在左侧，一坨在那边。哇，这就像我的房间的衣服一样乱糟糟。哇，我们可以看到4号的这个粉色球啊，长的位置很深啊。我看一下，这考验蔡宜辰的解球，对解球能力了。好，感觉是还看得到他看得到保球，应该还可以进攻。哇，这个可惜。最不想见到的局面。没错，还把困难带开来了，让选手可以继续进攻。王一翔天降机会，好，看一下他这个出杆的时候，母球稍微跳了一下，然后在一颗星撞到我们的6号球，对，解是解到了，但是没错，力道似乎控制的，没有往他预期的方向去发展，对，可惜有点太大力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黄选手黄玉祥，这个是自讨苦吃哦，自己做陷阱给自己激光跳，这就让我想到台湾以前有那个捕兽夹，对，然后有些农夫啊，为了怕这个动物进到他自己的农田里面去偷吃，然后放了捕兽夹。哎呀，果然是个大洞啊！没错，他自己踩进了这捕兽夹，是自己跳进去自己挖的坑，这样子双方都有出现把母球打进去的状况。蔡宜辰能否好好把握住这次自由球的机会？剩5颗球了应该是不会有问题。2位选手都是用黑科技啊，现在真的是主流啊。是，尤其现在年轻人很乐意尝试新的东西哦。没错，他们也愿意花更多的钱去提升自己的装备。像我们以前师傅都跟我们讲说，你球还没打到那个程度，你不能用这个杆子，你就会想要拼命的练到一个程度之后，才可以买一支好的杆子。好像在玩那个 RPG 游戏的练装，然后换新装。没错，没错。好，这样子剩下4球，接下来攻6号的灰色。哇！还是紧张的把母球拖在壁上，不好进攻的6号，然后又留一个呛死，哇，送礼送到门前了。对，没错思考一下。好，这个是延长把它是2段式的，有些球杆它做2段式，就是不用接那么长。给息就真的，我们以前真的没有这么多给息啊！你看一把这球杆在选手的手上，千变万化的，
各种局势变长变短，就像金箍棒一样，真的差点就能插到耳朵里了、哦。OK， 好，这样子剩下的3颗球全都停在球桌的左后侧，看一下他待会要怎么做。要先处理7号的棕红色。好，我们看一下蔡依晨选手，感觉还在紧张之中哦，眼神如此的迷茫。OK， 贴着颗星的7号球也没有问题。好，我们黄玉香选手其实平常练球也算蛮勤的啦，他本身也在一些球馆打工，所以这个打球的时间算蛮长的哈。哇，这样在自己的喜欢的场域里面打工也是工作，应该会蛮开心的吧？可能等一下问他一下。把兴趣变成一种职业，就是最幸福的事。是。好，这样恭喜他哦，马上又拿下了第3局，距离胜利还差2局的差距。而在蔡依晨这边呢，相信就想寻求开张啦。没错，对。好，我们场边也看到很多小选手哦，我们昨天看到光华国小队他们也来了，没错。作为高雄这个培育基层撞球很重要的一所学校啊，这2天的盛事也都是积极参与，包含昨天31号，我们星夜转播了蛮多位光华小选手的比赛。没错。然后昨天比完赛的时候，我们赛场的时候，其实也看到很多父母来接小朋友。然后有些是其中一位选手的父母来，然后接着其他的同学的小朋友一起走，就是有点是 A 的家庭，然后帮忙 B 啊或 C 的家庭。其实，在校队还蛮常这样的状况出现。只是爸爸妈妈会互相帮忙。没错，没错，拉近家长之间的关系啊。其实我觉得也因为小朋友有这一个共同的兴趣哦，让家长或者是整个家庭也有更多这种交流啊，或者共同的话题。没错。好，这个冲杆的落点还蛮散的，看得出来他蛮宝贝他的器具。你看，没错，用完就装袋收好，怕被偷走，应该是不至于。只是讲到这个家庭啊，我那天看到一个算高材生吧的访问然后就有人问他说：“哎，你小时候的学习经历是怎么样？”他说他的爸爸妈妈是非常普通的家庭，但他爸爸妈妈他的妈妈要求他回到家把今天学的东西全部告诉妈妈，然后妈妈呢也拿出笔记把女儿讲的东西一一记下来，然后妈妈记得越认真，小孩就讲得越起劲，小孩越讲得越起劲，就想要再把学校的东西学得越好。所以其实家庭的教育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哦，尤其是父母对于孩子学习的态度，你有没有一起参与，其实对小孩子的影响算蛮深的。透过教练讲的这个案例哦，其实就是有时候父母跟小孩相处的，我觉得是一种相处品质。像你刚刚说的那个案例，就是因为妈妈跟女儿有这样的一个互动，所以呢，他们是一种非常双向，然后一个高品质的交流，所以让彼此都有一种教学相长的感觉。我相信女儿在跟她妈妈透露今天学习的什么情况之下，她也在加深她这个学习能力跟她的这个记忆力。对，有的时候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周围的人给你满满的情绪价值的时候，你做任何事情都是会有非常正向的态度啊。是的，快乐，然后积极都会在这当中。好，看在打这个3号球的过程，差点也顺便把8号球给顶进了。没错，已经停在洞口了。那这颗切球可能有点难，不晓得他会不会看他是要切球或者是灌球4号去撞这个7号、8号，来看哪一颗会进。看是拔亏还是要凭实力的哦。好，看他出杆的力道，应该就看得出来了。好，他选择拔亏这个年轻人都喜欢赌运气。
好，利用颗星做一个底部的灌球，哇，差点一箭双雕呢。没错。好，留下来的结果也不错。哦，看来老天爷也是有站在这一位黄瑜翔哈，好，黄瑜翔身上。好，这是5做6号跟8号，待会可能还是要再来一组 kiss。其实这个撞球蛮好玩的，例如说像我们刚刚说这个组合球啊，对，国外早期都讲 combo， 然后是在台湾讲 kiss， 台湾不会讲 combo，kiss 就是2颗球互相碰撞之后亲一下的感觉。对，然后讲着讲着呢，全世界也开始这样讲，所以有点在 follow 台湾的一些用语。我觉得 kiss 的这个说法还蛮形象的，然后也还蛮好玩的。没错。有时候虽然我们不是母语不是英文，对，但是蛮多用语上就是英语系的国家是学着台湾人在讲。是，尤其现在这种网络啊发达，然后各种迷因文化的渲染，我相信现在真的把很多用词啊已经全球化了。对，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用语啊，就是它有点那个击飞城市啊，就是在撞球中，它因为一些物理的碰撞之后，它会产生弧线。对，那我们也知道弧线或曲线，它的英文叫 curve。对，可是台湾早期的英文打撞球的人英文普遍不太好。对，所以他在讲 curve 的时候，他都讲错，他都讲 cup 就是杯子嘛。对，他讲着讲着之后呢，国外的选手来说，为什么一直要讲杯子？哦，原来杯子对你们来说是曲线的意思，所以国外选手来每一个都会讲。原本是讲 curve， 就讲 cup。哇，这也是一种另类的文化输出啊！没错。哇，好，我们看到奕成选手非常懊恼，他今天真的是送球童子啊！没错，真的啊，第一次，也许是第一次面对镜头啦。那有些人第一次面对镜头是没有办法完全。拿镜头没皮条，这就是一次经验的学习。对，好，这个定杆打得非常好，母球定在中带偏下的位置一点，最后要来进行最关键的9号球。哎呀，这一局就出现一点悬念喽。好，我是觉得他没有准备好就出杆了，又是偏快了一些哈。好，奕成，你这一局最好的机会来了，不过看看你怎么解。这我们以前的老师们都教我们说，在比赛的时候尽量用正向暗示。你不能说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你要说放松，放松，放松。因为说不要紧张，他听到紧张2个字，你看他还是会紧张。他好懊恼啊！确实，刚刚那个触杆的品质没有达到他的理想。好，这一次黄瑜翔避免夜长梦多，上去就直接打进了，这样就拿下了第4局。目前的比数是4-0呢。没错，有遥遥领先啊。然后心态上，我觉得也是遥遥领先。旁边的光华的小选手们也在看这些大哥哥打球，有没有一些可以学习的地方？没错，待会我们会邀请庄思雨来接受我们的访问，然后也希望他可以给这些年轻的学弟妹他要以前辈之姿来给这些小选手一些建议。我们待会可以来听听看他怎么说。不一定要成为他这样的做法，不一定要效仿他的做法，但是可以听听看，对，作为一种参考。其实撞球就是这样，技术人人都会，但是每个人其中是奥妙会有一些不一样。像我之前环台，然后我们就会去台湾各地的球场取经啊。
就是会问问看每一位职业选手或者是甲组，我们以前叫甲组就是顶尖的业余选手你们这个球你们会怎么处理，或者是怎么去使用你们的手以及手腕的部分。然后好的，或者是我觉得他讲的，我觉得我可以再传承给其他人，我们都会把它截取下来。好，那我觉得身为一个好的教练，并不是你自己打多好，而是说你懂多少方法，然后可以给学生参考。那你那一次这个撞球的，哇，有点像撞球取经之路我感觉有没有让你印象哪一位前辈讲的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或者是一个场景 ？OK， 有一位我觉得像我们早期台湾的选手，都是会用感觉来跟你讲撞球。那感觉这东西，我就没有感觉，你跟我讲感觉太抽象了，太抽象了，然后他没办法具象化那在这个环台之旅中，我有到彰化，到一个这个洪婉成洪教练这边去跟他取经那我们虽然短短的接触30分钟，但这30分钟让我体会到他对于撞球他有一个不一样的理解他不是用感觉，他是用生活体验来告诉你。例如说他会跟你讲说你打完的这感觉像你生活中的某个东西那我们人类学习就是这样嘛，你有了这个经验，你再去学习其他东西会比较快。那我觉得他把这个撞球的感觉拉与这个生活经验去做模仿或比拟的话，我觉得可以让选手能快速的体会这项的感觉。那这个教练我觉得相当的厉害，然后他目前也是这个彰化师范大学的教练。然后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到彰化去向他询问、请教、分享、交流。把撞球的经验融合到日常生活中许多经典的时刻，这样子去帮助你加深那个记忆点。对，所以我将之后的教学也是尽量让选手们拿生活中的经验来去做比拟，这样大家对于我说的感觉跟你说需要去感觉的东西会比较有个想象，是同样的东西比较不会那么不一样。对，很多的逻辑都是以这个为中心。轻缺的2号球没有问题。其实环台是一个不错的旅行，其实台湾真的不大，对，但是我是真的充满很多故事，对，蛮建议各位都可以到台湾去走走。其实台湾乡镇与乡镇之间变化就很大，例如说讲话的口音、饮食的习惯，然后特殊的食材，台湾明明就不大，但是却有这么多的丰富性。我觉得真的是建议大家可以出去走走，然后各景点。也许是，如果你是第一次出去玩，当然就是观光客景点一定要去一次。第二次你就可以报名一些他们当地有那种深度旅游的公益团体，那你可以去做这些深度旅游，然后去体会当地的风俗民情。不用说你到这个地方逛的夜市，跟你在你原本居住的地方的夜市是一样的。你可以感受一下更特殊的当地的食材，然后或者是他们的语言，或者是生活习惯。像今天的杯赛也是我们在高雄办。那如果有些选手他特别从外县市来的，那除了来切磋球技之外呢，这2天也可以在我们港都好好走一走、逛一逛。对，没错，打球之外也是一个另类的那个，哇，这一球有 lucky 成分。没错，我们来看一下3号球转，然后刚好碰到了局球，就这么弹进了反对向的底带。哇，强运啊，强运，没错。像我们这次办比赛的地点就在凤山凤山就是最有名，就是它是眷村。对，它以前这边是很多
官校，对，那他就会有很多眷村的美食啊，或者是他们讲话的或者生活习惯。眷村美食在凤山应该算是非常大众了。那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凤山来品尝一下我们眷村的美食。蔡一成进攻4号球。又留下一个呛死。这个蔡一成可能真的乱了方寸啊，有点不知所措啊。对，现在就真的是比较被动了，当做经验学习吧。没错。可能下次要选一件这个领口没有荷叶边的衣服啊。选手可能参加比赛还是需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哎呀，这个力量稍微多了点。母球移动了，现在满贴7号球的位置。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黄玉祥选手要怎么处理这个。要跳一下吗？没有，他应该是要解球，解球解1颗星，看可不可以把这个我们画面上左上方的5号球解进。好，眉头都深锁，相当的认真。好，他要打一个远边的短颗星。来，我们来看一下弹不弹。哎呦，差一点点，差一点点期待啊！可以，有惊无险。惊涛骇浪之中，残留了活了下来。对。这个鬼门关走一回，就让我想到有一个蛮有名的《漂流记》的电影，好像是那个有一个排球啊，被画上了一个笑脸。是 Wilson，对 Wilson， 对，是我们那个也是奥斯卡影帝汤姆汉克他演的那个，对，历劫重生吧？浩劫重生是。好像这几年好像有这样的真人真事搬上这个荧幕啊。所以你是对那颗排球特别有印象？对啊，因为好像我那天有看到一个影片介绍说，这家公司因为这个影片，然后把排球大卖了。原本这家公司原本要倒闭了，然后因为这一部电影，它的排球大卖而起死回生哦。所以我们说文化宣传非常重要，它可以带起很多的经济效益啊。不管是美国好莱坞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或者是现在很主流的韩国，它所带来的这个文化行销，都蛮带来很可观的经济效益。是，像昨天这个新闻就有报道，这个高雄还是哪里有办这个韩国艺人的演唱会，然后就粉丝说，这个来的人并不多，为什么？因为今年来的韩国人太多了，没有办法支持那么多场确实近几年台湾跟韩国这个民间各方面的交流很密集，包含现在职棒职篮有非常多的这个韩籍的外援啦啦队哇，获得的关注度这个比外援选手还要高了。没错，最近流行这个3胜5，是大家都在跳没错。好，这样就剩下7、8、9。其实像这个棒球，它是很热闹的在帮忙加油。那我们撞球其实算很少有这么热闹的加油方法因为这个是算精准运动，它需要非常高度的专注力啊。好，我们来看一下黄玉祥用架杆器的水准怎么样？打进的就是好，打不进就是不好，还是不好。其实台湾早期也有像这个撞球也有办像联盟赛的
这个体制啊，是它就是有一个电视台，他自己邀请了很多好手组成队伍，好，记得应该是4个队伍，然后做这个有点像队与队之间的对抗赛。那时候也是在安安静静的摄影棚啊，那我觉得可能缺少了一点激情啊，所以观众可能就无法有这个相当程度的投入。是，那一直在想说，可不可以在像国外国外有一个很有名的叫 Mosconi 杯，它就是一个欧美对抗赛，然后选手打进球那这个群众欢呼啊。大家也知道，该安静的时候安静，然后没错该欢呼的时候欢呼的可大声了。那我是觉得这个气氛是蛮不错的，就很棒很有激情。那我们也希望说，将来我们可以在台湾的比赛上面呢，能看到大家为选手们热情加油欢呼的场面，可以发生。哎呦，8号球也是。这个选手的通病就发生了，就是不敢赢，只要觉得快赢了，然后都会开始打得相当离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从以前到现在都有这样的学生，就明明就拉开很大的差距。例如说，像学生杯有很多比赛都是抢7的赛制，他已经6-1、6-2，然后到最后还有输掉。蔡一成机会来咯，没错，刚打了一个颗星，但他的表情好像高兴不起来。对，这应该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原本的设定啦。是，但是他的母球并没有停在他想要停的位置这个进攻的角度相当的刁钻，母球贴的这个不是很舒适出杆的位置没错，只能削到球的上半圆。好，哎呦！结果这2球打得很精彩的蔡一成，哇！所以有时候绝境就是机会。没错，人不逼，人不逼真的是不行啊。黄元祥因为刚才那个8号球没有处理得很好之后，把这2球的机会留给了蔡一成，而且他完成了2颗这种我看起来蛮高难度的进球。没错，灌球相当的高难度。好，我们来看他的精彩表现。这一相当可惜选手7号球豪进8号球做到全秒收下比赛的胜利，让蔡一成选手秀了一波。对，没错。这场比赛已经的 highlight 时刻就是刚才的那8号球跟9号球。没错。那我们看一下他能够把握这股气势，顺势吹起反攻号角呢？对，我们刚刚说秀了一波就让我想到有一个越南有一个选手，他是世界排名100多名，但他因为有一颗球就是全世界能打出来的。第一次就可以打出来，大概不超过10个，他就因为这颗而让全世界记住他，是对，所以人有时候你不一定要拿世界冠军，你能打出一个全世界很少人能做到的技术球，是，那你也能被全世界那真的是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机会没错。你也需要对手留给你一个很难的球型，你去做到。这应该是撞球之神写的剧本。哇，这个打出沙坑，对，充满了力量好，我们来辛苦了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去抓小白兔。还好那个位置没有坐人不然就忽然飞来一颗凶器。这个。像我们在比赛的场地天花板相当高对有些球馆它这个灯罩就在球桌的正上方，有些人这样一跳得很高，就直接把灯罩打破，这也是蛮离谱的。对，他一打完那个灯就灭了，好，可以跟老板说，老板关桌。像蛮多这个网络上有影片这个会说。打完球之后，球飞起来，然后灯刚好灭了，就会有个说法叫高杆熄灯。
哎呀，太棒了！哎，还进。不过白球也一起进了啊，这个会不会留给奕成一个3-9碰走捷径的机会呢？我们来看哈，好，这边哇，白球往不好的位置发展，结果就滚进了。好，蔡一成在观察，没错，哦，似乎是要走捷径，对，来做一个大胆的尝试。3号球去碰撞9号球，看可不可以提前拿下胜利。哎呦，漂亮！哦，急起直追啊！是，这个气势有延续住哦。当然，一方面是黄玉祥送了一个礼啊。没错，有时候就是这样，自己一个要命的失误，整个气势就翻转。对。好，这样子，蔡一成持续在续命中，从4-0啊，现在是连追了2局回来。没错，然后他要拿的局数是4局啦，对，所以说他只剩下2局，是他的完成率也现在有50%了。而我们另外一位黄选手，他要拿5局，他现在有4局在手，所以他完成率是80%，但是一路领先的状况下，现在稍微出现一点小乱流，看他可不可以心里赶快调试回来。对，看可不可以安然度过。其实撞球啊，这个韩国与台湾啊，其实交流算蛮密切的。因为像韩国他们打的这个撞球就比较不是花式为主，然后撞球大部分有分3个种类，一个是斯诺克，就是这个桌子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花式，还有一种桌子是没有动的，它是以白球去碰撞其他球为得分的要素，啊，那个叫开轮。那开轮的话，在日本以及韩国或欧洲蛮流行的。对，那有打花式的话，台湾比较强势一点。那开轮的话，台湾就比较没有那么强势。所以，像韩国的花式撞球选手就会来台湾取经。然后他们每次来就是一个人来或者成群结队来，然后就会在台湾定居。大概1至2个月，是，然后来向台湾一些教练们做交流或者是学习，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活动。确实，教练说的那个开轮，那个我桌面我好像都没看过，或是以前可能看过，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是在台湾这个桌子比较少啦，对，在高雄应该是1张或2张，台北也是。对，然后这个桌子它就是桌上只有3颗球，然后有白球、红球、黄球，然后再用白球去碰到这2颗球。那它的规则就是在碰到第2颗球之前，白球要碰到颗星3次以上，这样你就可以获得1分。OK， 对，所以它很考验对于颗星的计算。对，好，黄玉祥第2次用架杆器，对，刚才发挥的不是太好，看这一次，还是一发挥的不是太好。哦，看来相当稳定，对，我们只能说相当稳定。看来架杆是可以再精进的部分。没错，所以他为什么要买延长把就是这样哈。2位选手现在都还是在想办法把1号球先打进。没错。其实像我不太会讲韩文，那其实我有去韩国旅游的时候，我去他们的撞球馆去打这个开轮。然后其实你不太需要用韩文沟通，你就是大家比手画脚就可以，然后大概就知道说，这个球要怎么跑，然后我们要怎么去中，所以蛮特殊的经验。是，对。然后我去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是这个花式的教练，所以我们就稍微聊了一下这个颗星的路线以及想法。没有聊啦，比手画脚啦。跟我去欧洲不会，这个撞球相关的运动就是你们的共同语言。没错。对。
球现在被4颗球包在里面，要尝试做2，哇，好，白球停在，刚好被这个微微的突出来脚给顶住了。对，好像有点小小的脚雕哦。好，这个黄选手自从掉了那颗8号球之后，开始有点状况不断。对，有点乱了分寸的感觉。这就是学生想太多了哦。当你一颗失误发生的时候，你后面就不要再讲之前的失误了。你一直想，你就是会陷入这个迷雾森林啊。那身为教练，我们也很难去帮你把这个困境解围，因为有时候这真的是一个心态问题。我叫你不要想，你还是会想，真的太难了。心理学是一个非常难的学问。不过好在他目前的领先优势还够，所以呢，还可以让他继续。对，于翔还或许还可以再有一些那个空间。对，不过就要看蔡依晨这边有没有继续加压了。如果你继续加压，那对手可能心态就承受不住。可是如果你也开始有点松散掉，那可能双方的那个 highlight 一过，然后又回归到那个一开始的那个状况。对，有些选手是这样，就是对手不强的时候，自己反而会打不好。那如果对手很强的时候，自己就会打得非常好。那我觉得现在黄宇翔选手有一点点这个状况啦，就是对手可能还不够稳定，然后他自己就觉得对手如果留给他机会，他自己没有收下来，他就会很懊恼。来算一下现在台面上的计算。好，那这个2号球应该是1颗星回到现在白球停的位置的附近了哈。好，那他没有，他选择了一个左塞，去做直球。好，被挡住了，还好。然后他坐这个位置，怕他身材球了，他体型比较快一点点。哎呦，又是被那个嘎拉脚给挡住，还好。好，他选择推杆哦。这个杆法，这个就有点还是在慌哦。对，慌得不得了。对，怎么以他前面的几个表现，这个球撞出去的角度就不对了。对，这个一遇到乱流啊，这个连教练都紧张的话都不会说了。哇，所以这场比赛也是真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教材哦，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领先的选手，即便在这么大幅度的领先，你可能也会因为几个瑕疵、几个失误乱了分寸。没错，就是因为一个失误，你整个感觉都不对了。哎呀，他们两个现在在互相影响。没错，这有点像是谁先吃谁先死的感觉哦。这两位现在年轻人很习惯用一句话说：“你是不是在演我？”这个演就是演戏的演，就是说你是不是在装弱的意思。年轻人用语越来越特别。我那天说你是不是在演我？好，我大概猜得到那个意思，但是我觉得这个用语越来越特别。好，先把3号球打进，稳一波。好，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哈，不要再想刚刚的失误了，该怎么打就怎么打了哈。完了，他开始觉得就浑身不对劲了。这个问题其实长久以来都是这样啊。身为我学生，我们也尝试过蛮多的方法，但是一直解决不到，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看过很多心理学的书啊，请教过其他运动类的教练，每个教练都是一句话：这还是看选手的造化啦，教练能帮的还是有限哈，非常有限。蔡依晨来进攻6号球，
这一局会很关键哦。如果情况偏往蔡依晨这边，让他拿下第3局的话，哇，那就是今天大逆转了。好、哇，他这个力量太小了，这做的太远了。我们这2天选手们做远球这个进球的成功率就不高。我们来看看他可不可以打破这个魔咒。刚才有一个非常精彩的8、9连击哦，看能不能复制一下。没错，还是说他就特别会打8跟9？那不就苦了我们其他人。好，这个看好角度稳定一下军心。如果真的进的话，哇，真的是急起直追啊！是。哎呦，好，蔡依晨的逆风追赶秀还在持续。哇，在这个0-4的落后情况下，把握住了对手自由球的机会，连追3局。好，现在两边都来到听牌的状况，但我觉得气势差很多。没错，被追上的人那个气势确实落了一半好，我们再回顾一下刚才这一局两边的一些精彩进球。像这样的比数啊，通常选手大幅领先之下，然后自己失误连连，对手又拿下2局的时候，通常教练都会喊一个暂停，去缓和一下自己选手的情绪，去打破那个现在令自己不舒服、不有利的一个节奏里面。没错，有时候选手坐在那边就会一直想着刚刚那个失误，其实教练叫暂停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但是就是打断他那个思绪。是，所以有时候叫暂停的时机也变得很重要。是，可是我们的比赛是没有暂停的。没错，好，所以选手有时候自己可能要分饰两角，心中要有一个小天使跟一个小恶魔。对对对，他要想象教练，如果教练在，他会说什么这样子。没错。好，蔡依晨现在要来进行冲球关键的第8局。哎呀，这个排球上出现失误了。这个我们怎么去看排球好与不好，就是看这个1号球是退的速度快不快。他这个很慢，几乎没有怎么滚。对，就是代表说他的1号球跟后面的球没有相贴。它没有一个反作用力让1号球往后弹。他可能间隙太大了，后面的球吸收掉了冲击力，反而他就弹得不远。没错。也许可能这是他故意没排球的战术啦。藏得这么深吗？对对对对。好，我们看得出黄以翔选手确实有点开始乱打的感觉，应该不是说乱打，就是急躁了点。急躁对，看着对方这样的慢慢鲸吞蚕食这样子，哇，从0，然后现在3局两边都听牌了。好啊，相信他真的是有一点坐不住，不过没关系，这场比赛现在还有8球的机会。而且两边都有出现过一些瑕疵的状况，所以会有一些机遇战的成分在。那你就是看你能不能把握住了。没错。好，哇 ，OK， 一次进2颗，对。感觉蔡依晨同学突然醒过来了哈，刚刚还在睡赖床啦，我们说他还在赖床。对，可能9点半的比赛对他有点太早了。好，继续来做3号球的进攻。OK。因为我们说现在才64强，其实如果有心要继续往后面走，那也是一整天的比赛，专注度也是要维持住。没错，
这个比赛的时间长短就看选手的体力能不能负荷，然后让自己维持在高档的表现。有些选手是这一场表现有如神助啊，对，下一场表现就可能是滴滴答答的。你在说湘北队吗？打完3王之后，就整个气力放尽。对，那个可能是太拼了哈。好，来继续打5号，没错。灌篮高手算是一个相当经典的漫画啦，非常热血。哎呦，那这个比赛的变数出现了，蔡依晨对母球近带。好，那还有一点点小小的变数啦，以他们现在目前这个程度的选手6、9太靠近了。对，那他们可能会在打球上或者是做球上会有些压力啦。我的猜测啦，以他们这个程度，所以他们可能就会开始想太多。有的时候应该他们要像樱木花道一样就什么都不管，了我就是做就对了，就是这样子。反而心思太细腻的人就会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好，他要出杆了。对，像樱木花道就不会有压力。我觉得他现在就有点像赤木刚宪，想太多，想太多，就明明自己有很好的底子，但是却因为想太多而发挥失常。你这个描述很深刻哦。看看蔡依晨这个鱼柱能把他逼到什么程度？没错。好，观察一下路线。那像这种是发力球了，他这个需要有点用力。没有问题。好，最后的2颗7跟9。好。那就考验薄球的能力。对，薄球跟之后母球的控制位置了。好，他不选择架杆器，他拿出他的延长把。好，我们等待他一下。确实这场比赛几次架杆器的发挥都不是那么的理想。没错。教练觉得这一球理想的最后母球停靠的位置大概是在哪里？对于最后处理9号球，这个的话应该在三角框的左边他应该会推杆下一些左塞会好一点点。没有，他下右塞也是可以的但我会下左塞的原因是，如果我今天打不进，我希望对手来打一个大角度的包球，而不是现在这么好打的局面。我们都会留一些小小的后手给自己。好，关键究竟是今天大逆转呢，还是白忙一场？哎呦，他打进了！哇，黄宇翔就还有机会，对，还有机会，对，看他最后怎么处理，不是很自然。哇，2个人真的是拼到了最后一刻，没错。那也跟观众朋友预告一下，在这场比赛结束后呢，我们会先进行一个场边的访问。访问到的是呢，昨天拿下这个冠军的庄智宇选手。哇，我们来看最后的蔡依晨。哇，他真的是特别会打最后2球，当然这个有点被柯心给拉回来的。没错，今天大逆转，真的，我只能说今天的撞球之神是眷顾他的。没错。好，那我们自己黄选手要再努力了这自己一颗失误影响到整个后面的心态，对，确实差蛮多的。对，或许等一下这个中间的时候，我们的林教练可以去跟他讲一下今天你观察到的状况。那观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场边要进行这个整理，然后呢，我们也会把庄选手请上主播台，待会由我们全辅教练来跟他做一些讨论。好，观众朋友，我们马上回来。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然后我是主球评林全福哈。那我们现在邀请到的是昨天的冠军庄志宇。Hello， 大家好，我是庄志宇。好，那志宇，我来询问你一下哈，就是，在你这个昨天来参加这个比赛之前呢，是有参加这个亚洲锦标赛嘛？对。那你也顺利的获得冠军，在这边先恭喜你。然后在这个中间休息了一天，然后再来参加这比赛。那你在心情上以及体力上，你有做什么样的调整吗？其实也还好，也没什么变化，因为我平常就比较不太会熬夜，所以就是比赛的调整，我觉得就是依照平常这样。所以你是一个规律作息的一个好选手，就对了。可以这么说。OK， 好，那这次比赛刚好也办在高雄嘛，所以这边应该算是你的主场地吧？对，所以你在心情上或者是这个体力上都不会有太大的负荷。那接下来你昨天这个比赛啊，你有一些遇到蛮多选手的，对不对？那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选手？我这不是跟我打，但是就是我在比赛的时候，旁边的一个小朋友也在比赛。是啊，他们两个抢2的，他们已经打到抢位局了。对，结果冲下去9号球进了，但是违例。然后那个小朋友就一直说：“那你在衰。”然后从头讲到尾，我就觉得很好笑。小朋友就是很在意这个结果是不是进入他的成绩，就是小朋友之间的比赛是充满乐趣的。这可能你小时候也有这样过，但你可能也忘记了。对啊，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待会导播会帮我们进一些画面哦。那这个比赛中，你昨天冠军赛你是跟一个年纪比较小的朋友，他的郑佑嘛？对，那你身为他们的前辈啊，你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或者是训练的习惯可以给他们一些好的经验分享？经验分享例如说你平常是练球型呢，还是有没有特殊的球型，或者是必须要练的基本动作，你会给他们一些建议？例如说我觉得在比赛中遇到的一些比较不会的问题，可能需要把它记下来，就是可能回去讨论的时候，就跟教练讨论的时候，可以就是教练会去解决这些问题。OK， 就是你在比赛中寻找不到答案，对，但是你当下又不知道怎么处理，对，先打了，然后回去再做询问，对，那在跟教练讨论过程中，那教练会给你很多选择，对，然后依据你的打球习惯，给你一个最佳解，对不对？对 ，OK， 好，那所以你平常打球就是跟教练做讨论，然后还会跟球友或者是同龄人去做讨论吗？同龄人是比较少，但是就是基本上都是会跟教练讨论。跟教练讨论。对。好，那我们刚刚也知道你接下来要进大学了嘛？对。那你将来也是在高雄就读，那你对于你大学的规划也是一边打球一边念书？对啊。对吧 ？OK， 好，那你在这个撞球的领域里面，你有没有比较有这个偶像？偶像吗？除了你的教练之外，对，阿顺吧。阿顺就是你们高雄在地最有名的选手，也是我们台湾之光顺董杨清顺，撞球之子。对，那可惜啦，他已经离开我们了，但他有很多精彩的画面都有被我们保存在这个影像里面。对，好，那接下来你会朝职业选手迈进吧？对。那有没有像这个国际赛啊，你有很想要去打这个比赛，然后获得冠军的国际赛？目前是还没有想到这么远，还没有想到这么远。例如说刚刚结束的美国公开赛啊，那个可能连边都摸不到吧。不会啦，继续努力，好不好？然后那我们谢谢志宇带来的访问。那接下来你的比赛，我们也祝福你。好，那我们待会结束这段访问之后，我们进行下一场的赛事。谢谢各位。
好，再回到我们的转播现场，哇，刚才教练跟昨天拿下冠军的志羽选手聊了一下啊，他果然是这种有点冷面杀手型的，在球场上很杀，可是在下面访谈的时候就很腼腆。没错，你要一直引导他说话这样子。其实选手们，有些东西对他们来说太自然而然了啦。对，那我们有时候在询问他比赛过程中，他们会觉得这就是他的日常，也没有太多特别之处啊。是，那其实一般人可能无法理解，所以我们会帮选手去特别留意这些小小的东西，然后作为他的话题，然后让他可以稍微注意一下他平常这些他觉得稀松平常的事情，然后让他讲出来。对。好，那他今天也有出赛，所以我们也期待他之后也许会转播到，然后看看他昨天拿下6000块的冠军奖金之后，今天能不能这个完成连霸哈？没错。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这场比赛是一场女力对决，由昨天同样有转播到来自台南的选手陈宇杰来对上另外一位选手，也是女子选手陈亮欣，是一个双城对决。没错。这个人家说台湾啊，陈林满天下，姓陈的倒是很多，但是其实我这样在撞球圈里面看，其实姓林的选手并没有太多了哈。那也不知道是不是姓林的本来就不太喜欢打撞球，还是姓陈的太喜欢打撞球。对，陈姓的选手在撞球界是算是蛮大宗的。对，陈跟黄。好，看来宇杰的排球有一些的状况，在经过我们工作人员的提醒之后，上去再重新调整一下。好，其实桌布打久了哈，这个桌上难免会有坑坑洞洞，那在排球上面就会稍微困难一点，所以选手在排球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下这些坑洞洞。OK， 好。这一次调整完之后没问题，准备来冲球。也辛苦我们的工作人员这2天哈，在会场来帮大家做一些排球上啦，还有一些规则上的把关。没错。好，我们来看宇杰的冲球。陈宇杰选手昨天我们也转播他的比赛，在几个关键球的发挥也是蛮稳定的。没错。然后昨天最后他继续晋级的这个路线啊，也是被庄智宇选手给中断掉了。没错，所以他们昨天打完之后有稍微聊一下天啊，不知道是不是先放狠话，你最好给我拿冠军啊之类的。那另外一位陈亮欣选手就是来自光华的小选手。没错。那我们庄智宇刚刚也给小选手一些建议啊，就是打完的球不要置之不理哦，不管你今天在场上打得如何，回去做检讨或者是你觉得有更好的处理方式，但你不知道，还是要回去跟教练做讨论，这是进步的一个很大的主因呐。除了技术之外，还有一些赛后检讨。然后可以跟教练去寻得解答。好，那刚志宇也说了，他其实比较少有同龄人的练球对象。对，那其实这很特别的，这是撞球究竟是一个人打的游戏，还是2个人打的游戏呢？是撞球一个人打也可以，但就是有些人是需要一个同侪的激励啊。那他这样的话还好，他不太需要同侪的激励，他自己跟教练这样学球，他就能好好的把技术留在身边。那像我们台湾早期有一位选手叫吴家庆，更早期的少年球王，他16岁就拿下这个国际公开赛的冠军，然后，那他因缘机会之下，转身去别的国家，担任球员。那到了那个国家之后，并没有跟他技术相当的选手跟他一起
练球、打球，那这个技术或者是心态上面就有点缺少了竞争力，那我就觉得有点比较可惜。对，像这个我们奥运刚结束嘛，那中国有一个选手叫全红婵，那他也有一个很好的队友叫陈雨希，两个人这样子互相砥砺，一起成长这会在你比赛中会成长许多。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运动，我觉得有一个同才啊是非常重要的。不管他成绩比你好，或成绩比你差一点点，我觉得都非常的重要。人如果太孤单，真的是有的时候会失去了对某项运动有激情。是。我们说，如果你在这个职业运动的道路上如果能够遇到这种亦敌亦友，然后实力相当，有点既是朋友又是宿敌的这种人物出现的话，那也是一个运气啊。没错，对对对，像我们的小戴之颖，对跟这个他的好朋友是这个什么农伊瑟农，对，他们也是亦敌亦友。是在这次奥运上，他们不幸在冠军赛之前就遇到了，没错，对，然后比赛结束，小戴不幸输了，但是这个两人最后这个拍肩祝福的画面，看得人很感动，非常感动。对，泰国的选手伊瑟农，他也是算是跟小戴出道的时期相近然后两个人在各个赛事就是相爱相杀。没错。那我们说，如果在网球圈最经典的就是我们的瑞士天王 Roger Federer 跟西班牙蛮牛 Rafael Nadal， 没错，这一股真的是太只能说两个人谱写了一个竞争的时代。没错。所以我相信志宇应该也是很希望在他之后的撞球生涯，看看会不会有这样一个可以一起竞争、一起又学习的人物给出现。没错，对。高雄应该这几年的话，选手们有些往北移动了啦，愿意留在高雄的选手其实比较少一点点，因为毕竟台湾现在目前办的比赛，很多比赛都在集中在北部，所以大家会为了交通方便，为了取得好成绩，你也知道这个交通上会影响到选手的体力，也会非常的多。那台湾目前现在很多比赛都在台北举行，所以高雄的比赛变得比较少一点点。好，那我们亮星同学并没有选择走捷径是一个取正道之徒。相信光华的小选手这次来除了是参与比赛之外呢，他们也是跟这些大哥哥大姐姐来做一些切磋学习。在看完刚才黄瑜翔跟蔡依晨这种有点紧张又快节奏的大赛之后，没错，现在这两位女选手把节奏缓和下来了，对，比较细腻的在处理比赛那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这样子，打得慢的人，他可能就会比较不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他有很长的时间去调整自己。像黄瑜翔选手，有的时候一开始落后，他乱了方寸之后就越打越快，那他可能需要一些慢步调来调整一下自己。其实现在有很多这个人生态度都有被放在大家的生活周遭。例如说，大家会讲慢活，对，这慢活就是调整你的步调好，连续的2、3、4进球，陈宇杰持续握有进攻权。好，打5做6，看他怎么来处理。哎呀，在洞口9号球没事。哇，这个如果可以回勾把9号球勾进，就有点神了。没错。好，我们讲到慢活就是
其实最近这几年大家都讲说，这个我们处在资讯时代，有很多东西都发展的非常快。像我记得我学生时期，可能看一部影剧，如果你要在网络上看的话，你可能需要等它这个下载好，然后下载可能要3个小时，你才可以看1个小时。现在是一点开就可以马上看，这个讯息传递的非常快，然后就会有好有坏啦。例如说以前不会用 LINE 去工作，现在就有 LINE 工作，你逃脱不了工作的宿命。老板的指示是不会断的。对，所以大家就越来越忙碌了。撞球台上现在还剩下5、6、8、9 4球。郑宇杰先来打5号的局球，哇，薄切相当准，位置做的也还不错。看起来他是一个出短杆派的选手哦，像这种远球他都是选择出短，不会让球飘来飘去。好，再看一次这种薄切的大角度发挥的怎么样？哎呦，这次落点稍微被旁边的颗星比较浅了一些。没错。宇杰选手昨天其实比完赛，我也跟他稍微聊天一下。我说：“你昨天比赛的时候啊，我们有一场他不是跟其他选手啊，然后还有一场是跟我们冠军打。我说你跟其他选手打的时候，你的面带有点笑容，跟庄志宇打的时候就稍微开始脸上没有笑容。对，你是有调整这个心态嘛？”他说。这个他也不知道，但是他就一个比较轻松，一个就比较紧张一点，对。难免啊，毕竟昨天的初赛啊，庄志宇的实力，在这样我们一路看下来，确实都是略胜一筹的。没错，对，所以他有点在越级打怪。那你遇到这种大物型选手，你可能一个失误或者一个瑕疵没有发挥好，就被对方整碗端去了。自然会比较紧张一些。好，8号球顺利入袋，这样子最后的9号球。有些选手蛮特别哦，就是他蛮喜欢这个紧张的气氛。他遇到比较强的选手，他会很嗨，然后面带笑容；然后遇到可能实力比自己还要落下一截的，他就会打得没有那么起劲，就会打得很神圣。这种是挑战型人格，没错，他喜欢挑战高难度。好，这样子第一局就由陈宇杰比较年长一点的选手给拿下。那亮星也可以透过这个机会哦，多观察学习，看看第2局能有什么发挥。今天很显然的哦，来现场比赛选手比昨天多蛮多的哦。今天是公开组比赛，实力也比较强悍一些些。而且蛮多选手都是31号跟9月1号都有参加，没错。所以昨天打完之后，今天对于整个场地，不管是这个桌台的摩擦力，还是整个灯光感觉，一定都是更熟悉了。选手们现在很幸福啦，这个比赛有一个很好的转播空间，还有一个很好的休息区哦，可以让选手来参与，真的是要非常感谢各方的大力支持。是，这次比赛能够促成，也是要感谢中华民国撞球推广协会，还有高雄市的撞球运动协会，提供这么棒的场地，然后还有帮选手们提供奖金。对，好，这一次冲球冲的还不错，整个球路都有炸开。没错。好，我们看到亮星选手出杆也是果决啊。对，不过就是还有很多的进步空间。没错，这跟我的心算一样。
对你问我会不会心算，我说会啊。会你问我，我算了，算错了，但我算得很快。可能是亮星，可能是第一次出来比赛了哈。那我觉得出来比赛第一次，如果比赛技术没办法发挥的话，那也就是朝心态的学习上面走啦。因为我个人觉得心态的养成比技术的养成还要困难。那不要浪费任何一次比赛的机会。像比赛，我觉得你在心态上可以做学习调整的东西还很多。那可以借由比赛去记录下来自己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是容易紧张的，在什么样的状况下自己容易松懈，然后产生失误的，都可以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回去可以跟教练做讨论。我们刚刚体育选手有说了，不管你打得如何，就是要把比赛的状况记录下来。然后现在已经很好了，我们以前都是随身带一个笔记本，然后要把球形画下来，然后写自己当时的状况。那现在都有这个影片帮我们做记录下来。然后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个转播平台 Hasbro。然后帮我们记录这美好的画面，然后让我们可以作为赛后的检讨。这次我们的赛事可以透过高雄市撞球运动协会的 Facebook 脸书粉丝专页，以及 Hot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还有动资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都可以收看。那喜欢这种参与留言互动啦，或是你想帮选手加油啊，也都可以多多留言哦。我常常就是播比赛的时候，然后下面就会有那个某一个选手的粉丝，没错，他就会说谁谁谁加油这样子。对，好，我们羽杰选手又露出他久违的笑容哈。像其实蛮多选手在我们昨天说的这个留言的部分啊，那以早期刚开始做直播的时候，台湾撞球直播的时候，有些业余选手就会封号啊，都是他的亲朋好友跟大家讲，然后久而久之大家也是这样叫他，所以这个封号啊，还是要他身边的朋友来帮忙想，就会有一些不错的 idea 或创意。好，我们9号球被他抓进去了。好，走了个捷径哈，这样陈宇杰快速拿下了第2局。现在双方是再拿2局就可以获胜。陈宇杰这场比赛因为成绩的不同啊，所以他要拿4局，而对手亮星是只要拿2局，所以双方现在是一个平局的状况。但蛮明显的啦，在2个人的基本功跟实力上还是有一些差距。那我觉得亮星也不用想太多，就是跟大姐姐同场较劲的时候顺便学习观摩。那说到他来那个亮星就读的高雄市光华国小，他们其实在栽培基层是花了非常多的心思。他们的撞球队是在民国104年就成立啊，然后在成立的前5年啊，其实就培养出了蛮多的金牌选手。所以这一次在高雄举办撞球赛，一定说什么也要带队来参加。没错，对。我们昨天说高雄是非常适合办演唱会的地方嘛，那我们除了高雄有这么好的场地之外啊，像台北最近这个
也有一个大巨蛋，它开始要开放让大家做这个演唱会的申办。没错，对现在大家都很期待二姐的复出。10月是，我昨天看到一个前天看到一个蛮有趣的新闻，就是有一个人买了一个江蕙对封麦纪念酒。啊，对，然后结果他看到二姐要重新复出，他就要告这个卖酒的人说：“你是不是骗我？”我就是觉得，这封麦跟开麦真的是让大家非常的期待。我们二姐将在10月5号于这个国庆典礼的场合上面呢，受邀在大巨蛋来做演出，没错，大家都非常期待。然后之前也有很多电视台也去访问那个路人说，哇，你们最期待那个二姐唱哪一首歌啊？大家都说啊，一定要唱《给啊》这一首歌，然后大家都哼上2句。确实哦，二姐在台湾歌迷的心中的地位还是很不一样的。没错，不管是年轻的或中年的，或在年龄大一点的，都对江蕙非常的喜爱。那他也是好像是我们金曲奖的获奖纪录保持人吧？是，对。我记得他要不参加的最后领奖的那一年，他就说我不参加了，是，他要给后辈机会，是，真的是霸气宣言哦。好球啊！对，这个2号球，击球点非常的笔直。看到二姐这样霸气的宣言，我就想到会不会有一天我们庄智宇选手也会说我不打了，让这些年轻人来打不过对他才刚拿下亚锦赛冠军啊，这个撞球之路其实还很长，我们也期待智宇未来的发挥。没错，好，我们羽球又露出笑容。亮星可以多多观察球路，不用一上来就急着出手。没错，但这一颗可能稍微棘手了一点，他正常该解球的路线都稍微有点受到影响了哈。好，那他还是选择了另外一条比较难一点的路。我只能说这个姐姐太狠心了，心狠手辣。我看一下，好啊，这个打的点有点太深了，差点多。亮星比的跟打的好像不太一样，他刚刚要比的地方可能在比较浅一点的，原来是虚晃一招啊。确实还可以看到选手很稚嫩的一面哈。没错。没事，这样子有时候教练会问说：“啊，你怎么没有去量？”我量啊，但量的不对。好，哎呀，这个杆法右塞没有出来哈。高雄除了这个世运场馆可以办演唱会之外，我想问一下，就是高雄是不是有一个流行音乐中心？那边在爱河那边，对，也是可以办演唱会的吗？还是它只是一个小型的展演中心呢？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它是一个我们新的建筑物嘛？对，然后它好像最近这几年也是蛮多活动的，也是一个流行音乐的指标啊。它也是有办，可是因为它可能受限场地的问题，它的演唱会规模就会比较小一些。OK， 它比较类似给独立乐团，也不一定是独立乐团，对，它其实也可以做蛮多
这种复合式的展演。哇，这个说着说着，9号球就不小心哇车进了。宇杰也是今天走捷径的撞球之前也是蛮眷顾他的哦。你看他，没错，对，这样就把9号球给车进，亏没败。太厉害了，这个大姐姐。这样子，她很快就拿下了第3局了。没错，好，我们刚刚说高流，其实就是它也会有一些综合的展演，包含在10月份啊，会有这个霹雳布袋戏，会在那边有综合表演。对，然后包含这个韩团 FT Island，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以前是一个这个韩国的男子乐团，对他们也会在10月26号的时候，在高流这边来进行表演。对，只是说这几年的比较大型的演唱会还是主要在世运为主。理解。刚刚说到布袋戏，其实布袋戏算是台湾一个很独有的这个说产业嘛，应该也不是产业，一个文化，对，一个艺术形式哦。那它也是第一个可以把这个声光效果做在这个布偶戏上面的一个影视作品。那我记得非常红的时候，哇，这家家户户都是守在电视前面看。我听我的长辈们说，这个温州大儒侠。哦，以前的这个叔叔阿姨都还会模仿里面的人哦。我确实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还有像教练说的，现在的年轻人啊，用手机的这个状况，也让不管是歌仔戏也好，布袋戏也好，我们这种很本土、很重要的文化传承哦，也都是在寻求接班人跟下一代，真的是都面临蛮多危机的。没错，对，所以他们现在也积极融合很多流行的东西在里面，例如说布袋戏里面会出现时事梗，对，哦，我就觉得大家有在为这个艺术而努力而做改变啊。亮星的远距离搏切，看一下这个。稍微差了一点哈，那这个1号球也跑回到球台中央了。今天来比赛也是哇有点累哦啊，对。其实国小的小朋友来参加这比赛，作息应该不会相差太多。是，平常都应该是要早起的。对，这个时间，只是想说礼拜六、礼拜天可以原本平常可以睡久一点，然后这周末被教练的集合出来参加比赛。以前只要离开补习班、家里、学校，不管去哪里，我都会很兴奋，你知道吗？就算参加这个东西可能不是我自己喜欢，但只要离开这3个地方，我都觉得我好兴奋。像全辅教练，你这样撞球生涯，你也是大概在几岁的时候开始出来参加这种社会上的一些杯赛？我国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参加比赛，我是高中停止，是高中去念书了。对，因为那时候有升学的压力啦，然后我就大学再重新拿起球杆。那国中的时候就在撞球场。然后那时候还是一个比较被禁止会去的地方啦。那现在的话就比较没有人会禁止你去。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去的时候还会有少年队来抓。哦，对，那比较特别的时空环境哈。对，那现在已经是一个正规的体育活动了，然后我们也靠着撞球在这个国际亚运赛拿到不错的成绩，那政府也把它列为一个正式的体育项目。我们在撞球已经在体育署底下成为一个正式的项目了。那最近这几年，大家也希望说把体育的政策拉高一点，所以政府这几年是要把我们的教育部体育
署变成体育局的样子，要把它升格为局。升格，所以大家现在开始积极投入运动的方面，那是可以受益良多。哎呀，可惜这颗远台的5号球。那也可以看到这几年政府大动作啦，不只是升格这个体育局啦，还有这个动资券哦，也是扶持蛮多运动产业的。5、6、7、8、9没错是现在台面上还剩下的5颗球。陈宇杰打一个圆点，哎，跟刚才的情况有些类似哈。没错，远球要发力，这个女生选手就稍微吃亏了一点点。刚刚讲到布袋戏哦，我记得我环岛的时候有到虎尾这个地方，是，然后它就有一个布袋戏文化馆哦，那它里面有蛮多介绍这个布袋戏的历史文化，还有让你自己手指操作这个布袋戏哦。那它现场有贩卖一些比较简单的布袋戏哦，可以让你带回家自己制作。对，那还蛮好玩的啦。那各位可以去练习一下这掌中乾坤呐。对，是那虎尾其实不只有这个布袋戏馆，那它最有名的是虎尾铁桥，它有这个还有虎尾糖厂。好，大家可以去里面吃冰啊，然后买甜品。是，然后虎尾附近的话，我记得还有一些不错的美食，可以让大家去品尝一下。所以教练你的这个撞球取经之旅也吃喝玩乐很多地方，没错，虎尾、对布袋戏都有涉猎。对，因为其实台湾很多文化我都觉得蛮有趣的，大家都可以去参与看看。然后，但我觉得身边要有一个蛮懂历史的朋友蛮重要的。就是历史对我来说，我本身是理科生，我还没有接触这很好的朋友之前，我觉得历史是 boring。非常无聊的东西，但我遇到一个朋友，他总是把历史讲得很有趣，很有趣。对，他会自己把这个历史人物演出来。好，那我跟他去故宫，他可以一人分饰2角，一个演皇上，一个演这个太监公公。真是也是人生中的良师益友哈。没错，从他身上学到很多历史的有趣的典故。然后也因为他哦，我就喜欢看一些建筑。对。台湾蛮多建筑的艺术，我可能普通家庭比较少一点点，但你可以从宫庙里面去发现啦。宫庙的一些，它上面会有一些民间故事在上面。那这些民间故事有很多都是穿凿附会的，会比正史还来得有趣啦。那你不用先管它的真假，你可以先看看它的故事内容，你就会觉得蛮有趣的。好，宇杰持续在清理桌台上的球，这场比赛也差不多要进入到尾声了。没错，剩下最后2颗8、9。台湾的这个建筑也蛮多元的，是因为我们经历过蛮多时期，对，我们不管是荷兰、西班牙、日治清朝都有，那所以我们的建筑非常的特别多元。我印象中有一个很特别的建筑，在这个花莲到好像叫金轮吧，它有个金轮大教堂，它是原住民
式的教堂，那它里面融合的原住民的色彩，然后又有欧洲的色彩，又有一点小小的日式色彩在里面。那这个教堂我觉得蛮特别的，它好像叫金轮吧。确实我们这个华东地区东部在今年确实遭遇了蛮多地震的灾害，那也希望东部的复原啦，还有东部的乡亲能够尽早走出地震的影响然后让美丽的东台湾早点恢复正常，然后旅客们也可以安心的去游玩这样子。没错，好，那玉姐顺利收下第4局的胜利，然后赢下这场比赛晋级。那我们恭喜他。那我们比赛待会稍作整理，然后会为各位带来下一场赛事的转播。是，观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周六、周日连续2天，在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妇幼青少年活动中心康乐室进行的113年度台湾杯全国撞球锦标赛我们这2天也是陆续看到了很多精彩的瞬间。那现在我们的主桌比赛台进行的是32强的赛事，由庄智宇对上蔡清佳。庄智宇也是昨天第1天赛程8月31号拿下冠军的选手也是3天前在这个亚锦赛荣登冠军，现在的这个少年球王。在稍早的时候也有把他邀请到主播台上分享一下自己这2天参赛的一些心得还有他之后的一些规划。我相信他因为才刚经过这个亚锦赛高强度高张力的赛事所以这一次周末来出赛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心态上可以比较轻松，然后呢看看可不可以把自己的好状态跟手感维持住的一个环境。然后毕竟是高雄人在自己的家乡出赛，也是让平常一些好朋友亲朋好友能够亲临现场看他打球的状况，不然以往可能很多赛事在北部，家人只能透过转播
好，开球的会是我们的蔡兴佳选手。这场比赛他只要拿下4局就可以获胜。庄智宇是让1局的状况。冲球的落点也算是分散。啊，昨天穿白色，今天穿黑色。没错，这是低调之人。人家说，这个选择素色的人啊，心里很简单哦，他就是人，就是会容易专注做某一件事情。说到这个简单穿衣服，我相信这几年有名的，包含我们这个已故的苹果执行长 Steve Jobs， 对，他就是他很简单的穿着，然后还演变成他的哲学。然后另外一位就是我们脸书创办人，也是现在 Meta 的执行长祖克伯，他也是衣柜啊，都是一模一样的衣服，然后7天，因为他说他们每天要做的决策太多了。他不愿意花心思跟时间在思考每天要穿什么。没错，这个理论其实我们也有一位很有名的台湾人，他也是辉达的这个董事长，还是理事长，我忘了 CEO，他也是一件衣服，然后就直接套着皮衣出门，是，还带来皮衣旋风啊，对，皮衣刀客，对，黄仁勋先生。这几年来台湾，每次都是屡可以创造很多话题跟旋风。他很爱逛夜市啊，所以下次有机会来高雄的话呢，也可以试试看我们的六合夜市跟瑞丰夜市。没错，还是我们凤山的青年夜市啊，相信都会很欢迎他。他在台北有去一家餐厅，然后那家餐厅他捧红了好多家餐厅，大家都想要跟着他的潮流。是。没办法，因为现在又是一个 AI 的时代，那需要这个我们显示卡去做运算。然后他在20年前就已经预见了这个未来AI 趋势。所以他在这个影像处理这一块，他已经做了很大的投入成本，然后花了20年才有一个很好的爆发期。没错，以前大家对于这个 GPU 啊，就认为只是组装电脑里面的一部分而已。那因为随着 AI 的发展，它的算力呢是用这个 GPU 来做演算，所以让辉达这间公司把握到了一个契机哦。现在人称它是这个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一档股票。没错，台湾在这个高科技产业真的是占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啊。不论我们的研发基地是在台湾或者是美国，都有台湾人去做主导的公司相当的多。张志宇，这个还是稳定的发挥哈。对，但这颗木球做7号稍微有点出现小意外，那他可能要选择跳球了。如果不能进攻的话，可以选择跳球，跳进之后还可以做到球。7号打进之后，8跟9，一个天一个地。好，这个时候要考验他的想法了。没错，我们2天赛事第一次看他陷入长考，看来这颗确实是有难度啦。对，好，思考完，他决定出手了。哎呦，技术过硬啊，可以。好，他选择一个很简单的，把球打进之后，不强求去做8号球，就看球滚到哪里，他再来做机遇战哈。没错，他想要做一个灌球，但这个角度母球稍微留的有点小，可能母球跑不太回来。那我们看他会怎么做选择。他如果要选择灌球，母球就有点难回来了。好，他选择薄球，哇，这个超级神眼是他就是用过硬的技术啊，直接去克服。没错，你看这个黑球几乎是停在了
颗星中间的位置，这得削的多薄跟稳定度，让它很平稳的往左侧去移动。没错，果然是少年球王真的眼力非常了得。好，艺高人胆大，最后完成连续的进球，很快第一局就由庄智宇给拿下。没错，刚那颗8号球的表现相当的精彩。是的。好，场边跟镜头挥挥手的是光华国小的小选手们，还有家长们。没错，家长也相当辛苦啊，因为平常都要工作，是6日还要出来带小朋友。对，因为撞球啊，大家来这边共享天伦之乐。你看庄智宇上来一顿操作啊，尤其是刚才那个8号球的平移，非常的精彩。今天要寻球，昨天已经拿了6000元的奖金，冠军奖金。没错，对，看今天是要拼8000元，为什么？因为6000加2000，没错。连续2天的这个冠军啊，我们的主办单位就有加码2000元的 bonus。亚锦赛因为是青少年组，然后并没有奖金。那他也是拿了冠军之后呢，这个我们教育部也非常的非常的有帮助他，然后也拨发了一笔奖金给他，然后恭贺他获得冠军。是加码，这个冲球也直接把1号球给冲进。然后2号球就停在了洞口，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没错。那前几天的这个亚洲锦标赛的青少年组呢，其实它就是一个虽然有很多国家啦，但打到最后4强呢，它就是一个台日大战哦。那最后就是2名台湾选手，2名日本选手在做最后的拼搏啦。那我们也看得到日本选手的实力也非常的强悍。那亚洲地区呢，就是台湾、菲律宾、日本3强鼎立啦。那欧洲的话是群雄割据，真的是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好手，所以才会有 Mosconi 杯，它就是美国对上欧洲队啊，美国需要以一己之力打败欧洲强国啦。是，但美国队不怕啊，他们现在世界第1名在美国，然后还有老将 Vamboni。从中正高工毕业之后，至于下一步的安排，在亚锦赛青少年组夺冠之后，他有讲会就读正修科大。是的，对，我们高雄培育许多运动人才的正修科大。那他也说有计划自己在年底会到对岸去打这个中式8球。是的，教练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中式8球这个项目特别的地方在哪？好的，它的桌子的大小跟我们花式球台差不多大，但是洞口会是斯诺克的洞口的形状。那我们花式的洞口的形状会是角会是利落型的。那斯诺克的话，它的角这个洞口的角呢会是一个圆弧状，所以在进球上面会有一些难度。那再来就是颗星那我们花式的颗星会比较软一点点，那中式的球台它的颗星就比较弹一点点，所以在打球的路线选择上可能会有点不一样。然后也因为进球率的关系，我们力量也不能打太大力，所以虽然都是撞球，但整个打法和策略上就会差蛮多的。是，但他想要去历练的话也是不错的，然后去体会不一样。虽然都是撞球，但是不一样的竞赛项目去给自己一些灵感，我觉得是不错的。
再来就是奖金的部分哈，那中式8球的话，它的奖金也是相当的优渥。那毕竟这个人多嘛，因为这个运动在中国也非常多人在打，那奖金也非常的丰厚。那据我所知，他们好像最高的奖金是500万人民币，哇，好，冠军奖金500万人民币。那这个奖金比现在我们花式的世界奖金还要高啊。所以也是因为市场够大哈，所以这个资源跟奖金的部分就很吸引人。像我们的火云邪神张荣麟啊，也是前几天亚锦赛的冠军啊，他也现在也是长期待在中国为这个奖金拼搏。是，所以或许至于在花式这边的历练之后呢，在升上大学之后，他也有意去西进看看。去那边试试水温，没错。好，这里亲家做了一下子的板凳哈，一上来就是关键的2球。好，8球顺利打进，9号也没问题，恭喜！对，他虽然上场时间没有说很多，但上来就有建树，也是蛮好的。没错，打进2颗就有分数。对。赚翻了。好，那这样子啊，现在双方形成1-1哦。没错，其实像中国现在对这个撞球运动产业的推广其实是蛮好的，他们有很多硬体的设施上面，我觉得台湾是需要借鉴的。例如说，他们在每一个球场，他们在每一桌上面都有架设一个摄影机。对，那这真的是有助于球友之间做影片的复习，或者是精彩好球的宣传，都相当的有帮助啊。那台湾目前这个硬体设施还没有到这个地步，是对。那他们现在已经有做这个你只要扫了桌上的 QR code， 然后你就获得这个连结，你就可以发布在自己的微信，或者是自己的微博，是上面，然后可以让自己的朋友看到。那台湾目前现在都要自己架，就比较可惜了一点点。毕竟他们也是带起这个直播带货，或者是任何这种直播商机的一个一个大浪潮，非常的厉害。没错，所以确实在硬体方面觉得大家可以互相的来学习，看看有哪一些可以好的地方，我们就学习。那可以改善的地方，我觉得大家也是互相做一个努力，一起想办法。对，他们遇到的问题，我们也会遇到，我们大家一起想办法。他们这个直播影片行业真的是非常厉害。我那天看到这个，他们最有名的直播带货主就是小杨哥嘛，他们其实不止卖货啊，他们为什么要一直在带货的过程中一直创造一些话题性？那主要是他们后面有很多人，他把这个片源分给底下的人，让他们做切片。什么叫切片？就是截取某一个段落，然后再跟其他某段落拼凑在一起，然后造成一个人家会看话题，然后又看卖到一个病毒式的传播，一个物品，然后最后再回到这话题。没错，然后养活的很多人，所以他其实不止卖东西这个产业让人家有赚钱他也让人家去做他这个切片，然后养活了很多无数的小家庭。那这个就是他原本的初衷了。那我觉得这个不止有人免费帮他做影片的宣传剪辑，然后双方有点互利啦，也养活了别人。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善的循环。刚才志宇在攻1号球的时候，这很巧妙的把8号球先打进了。没错，对，所以他现在还得以延续他的进攻权。好，哇，这应该是没有带6号啦。虽然5-6原本就 CD， 但带6号实在是风险太大了。他应该是要一个低杆，没有低到。好，那他5-6还是要想办法。我现在想到我以前打大学的时候，我们会有打双打，那明明这颗球可能就难了一点，然后这时候我的队友就会说：“你先打进，我再想办法。”然后久而久之，大家都会叫他办法哥。办法哥，对。那他是后来真的很燥吗？还是没有啊？没有，但是就是希望你先打进嘛，有信心嘛。没信心，什么都不用谈嘛。
那这就是 OK， 你先打进了，剩下我来，给队友一个安定的力量。蛮好的，蛮好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队友相处之间如何稳定的一个。因为你与其给队友制造那么多压力，你不如说你先打进，我会想办法。没错，反正之后的事之后再说。没错。其实打学生过程中就是非常的欢乐啦，那你也会发现很多什么什么歌也是从这些朋友之间的互动啊，例如说说歌，什么叫说歌？就是下次一起吃饭啊，结果没有吃成，叫说歌。要不然就是装备花很多钱，但球技是不可没有办法匹配的。对，我们就说他是装备哥。然后要不然就是像打撞球，他可能一直不小心叼到对方，然后一直就会 say sorry， 然后我们说 sorry 哥。然后打撞球其实也蛮多男生的啦，那有时候可能会偶尔赌一个饮料啊或者是什么，然后现在他们开始流行就是不赌饮料，然后会有别的方式，说打赢了就算你厉害，所以现在算你厉害叫做男人之间最高的称赞。我们看到亲家在这一球的过程中把母球给打进了。庄智宇的自由球很快速的把5号、6号给处理完。好，这样子7跟8就很考验小白球做完7号之后的位置了。没错，这应该是 N 字形来回跑往右边中带去，是不是太小力了呢？力量刚好落点也非常的巧妙。对，那我们说往中带去，不愧是少年球王啊！没错。好，最后的9号球，打一个右下的底带，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算你厉害。对，算你厉害。好，这样子就是2比1，哇，两边现在算是咬得蛮紧的。虽然亲家上场的时间没有算太多，但是刚才把握住关键最后2球，很快也拿下一局，所以双方现在还是有悬念的。没错，我们就等待我们的少年球王失误。对，不要被他的威名给吓到了。不过确实他今天在一些基本功发挥的扎实啊，包含高难度球的处理啊，都还是要让人竖起大拇指。没错，基本功啦，对，我们就是说基本功。那其他选手的基本功可能就没他来的扎实，相当的可惜。好，我们来看一下智宇的第四局的传球。哎呀，我们说等他失误，对，来了。来，蔡兴家的自由球，看一下怎么来操作哈。好，还是先采取1号球中带的位置。没错，这个定杆不错，但稍微远了点哈。2号左下底带，路径是干净哦。好，马上还回去了，谢谢。两边都送了对方一颗自由球啊。没错，这个1做2做得太远了哈。我们说距离远就是有风险的发生可能性会提高。他今天依旧是带着左手腕上佩戴手表来出赛。没错，你刚刚怎么没有问他一下戴手表对他的那个
这个有没有影响到？哦，这个我等一下我们有机会，我们再采访他一次，问看他手表好了，看他有没有机会再让我采访一次，例如说冠军之类的。哦，如果他再拿冠军，我就问他。对，因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应该是今天这2天转播那么多选手唯一一位会戴手表有佩戴手表出赛的，对。他可能有在控制时间，哈，就看他这一局要打多久这样子。其实有些选手是习惯打快球的啊，那他有些人会去算他自己平均吃一盘球大概要多久。好，观察一下位置，7号球。那其实台湾蛮多这个打撞球打得非常快的选手，然后都是业余选手，但是都打得非常快，但可惜台湾没有快球赛。那像美国常常会办这种快球赛，它就是桌上9颗球，然后你快的选手大概就是1分钟以内就把9颗球吃完了，就算很快了。所以在撞球的基础上，再增加了时间的难度，这样子。对，那据我所知啊，这个快球赛目前的时间记录好像是27秒吧。27。对，他冲完球进2颗，剩下7颗球27秒打完。哇塞！对，也是相当的快速。那快球赛它有一个很特别的规定啊，就是你不用等球完全停的时候再打，就是子球母球一定要完全停，那子球还没有停之前你就可以打了。对。哇，今天一整天，场边的小朋友已经先香香的入睡了。对，小朋友需要睡眠哦，加上我们这个 B1 场地又有很舒适的冷气，确实吹着就会可以来眯一下。对，拿下第3局的庄智宇目前领先对方2局，但是因为他有让1局的情况，所以其实双方现在在达成度上面是差不多的。好，开球进了2颗。好，我们看得出来哈，他的冲球都特别不一样，有没有？他都是冲半颗球，然后母球下强烈的拉杆。他有在抓这个1号球，看可不可以进中袋，或者是1颗星反弹进底袋。那这是他与其他选手最大的差别。是。那他都有好好的执行他原本冲球该有的策略啦。冲球先打进了1号跟4号。现在母球跟子球之间夹着1颗9号。没错。好，那我们蔡清佳同学可能选择解1颗星。好，又起身来看。哇，这个眼睛有点小凸层哈，他以为过得去，但是过不去。是的。在过程中想穿这个中球对跟挥球之间，结果撞到挥球了。其实像这样子从2颗球之间打进去啊，那我们台湾会讲有咯。那主播要不要猜猜看，就是国外怎么去形容这个小小的路线要从2颗球中间穿过的专有名词？我实在想不到。当然他们会讲 window window 窗户，它就像窗户一样，对，从中间这样穿过去，没错，这也是一个蛮形象的一个形容词哈。没错，其实他们很多讲法都蛮形象的，像台湾会讲灌球，但中国会讲翻带，我会觉得又更形象化一点，我觉得翻译起来更好。对，然后像9号球冲球，它是一个菱形嘛，左右2侧呢，它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会讲 wing ball， 它就是翅膀球。对，
那早期呢，我的英文也不是挺好的，你知道，这个我都讲说，他们就讲说你要抓 win ball 进啊，我说你要抓赢的球进哦，进了当然就赢啊。你把 win 听成了 win 这样子对也是大家在学习撞球路上也是蛮多有趣的事情。没错。好，刚才亲家又发生了违例啊。好，至于选择吊球，但是没有吊好哈，露出半颗，不到半颗，1/4颗。我们这个摄影师非常厉害哦，马上给我们一个好的角度。这个要给加一个鸡腿，但他昨天跟我讲说他鸡腿吃不完。啊，看一下怎么去解蓝色的2号球。哦，这次没有再碰到灰了。没错啊，好，顺利的化解。现在2位选手持续针对2号球这个点来做攻防。其实像腿这个部分啊，我们台湾人比较喜欢吃腿，你先说鸡腿吧。对啊，但国外好像不太喜欢吃鸡腿的部分，对，他们喜欢吃鸡胸。对，然后我有问过一个英国人，他说，你们怎么不太喜欢吃鸡腿的部分？然后他就说这个腿好像感觉不是很干净。然后我说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他们就觉得就是离地板太近了，是，对他们觉得那是踩着地上的感觉。确实，就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对于饮食的一些想法也不一样。没错，对，我有曾经看过一个影片哦，就是一个中国人在西班牙过生活，那他常常去市场捡这个牛杂、猪杂，然后回来煮，然后煮完之后叫这个外国人猜猜看，说他今天煮的这个是什么东西？这样确实。然后外国人说：“哇，好好吃哦。”然后就一直跟他要，然后最后他跟他讲说这个是猪肠之后呢，这个外国人就说我不吃了。在小败，没有被挡住，还好。确实，在使用这个内脏的文化上面哦，亚洲国家跟亚洲人民的接受度是比较高的。应该说我们有一个传统的美德啦，就是不浪费。5号的局球，现在桌台的右侧。这一盘的球形因为就比较尴尬，所以没错，2位选手的节奏也比较放慢，多了比较多防守的部分。没错。哇，漂亮的好球，漂亮的冠带哈，没有受到这个少年球王威名的影响，该怎么打就怎么打。对，这是一个非常出色表现的选手。虽然技术上有时候是一些小失误，但我觉得他的心态非常的健康。来坐七，看一下。好球！哇！撞到这个8号球之后产生自刁。他刚才如果这个白球停的位置，最理想的状况是设定在哪个？像他刚刚一开始原本很瞄的是低杆呐，那他最后打出去高杆了一点，所以带到8号球的下面。那我会建议照他原本该打的，哇！这个颗星解高难度啊！对，那我无需再说，原本要好的位置可能跟他现在打很差不多，然后。哎呀！哇，可惜没有延续。没错，帅了2颗。对，帅了2颗。可惜，没事，记住这2颗就够了。好，这样子，庄智宇收获了这个大礼哦！哇，然后蔡兴家则是在前面这连续帅了2颗。
对，这旁边的家长虽然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家长或认识的都为他惋惜。是还是大家都觉得怎么没有人要把这大魔王打掉的感觉你打掉了，我儿子就有机会了所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好，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刚才这一局的一些精彩表现。哇，这一个颗星的反弹解掉8号。可惜帅一半。没错。好，这样子庄智宇4局在手了，来进行冲球。好，我们看他一样，半颗拉杆，1号球非常稳定的进中带。这果然这个实力好的选手，他们还是会想办法去让自己冲完球之后有续攻权，所以他们都会去抓其他球会进袋的方向。也跟观众朋友先预告一下，在这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就会是我们今天9月1号转播上半部的部分，我们会在中午来进行一个休息，那大概是30分钟的时间，然后原则上是会在下午的12点30分持续来回到转播现场进行公开组16强的部分，也请您持续锁定。好，运气非常的好那我们刚智宇当了一下 sorry 哥跟对手会系列其实我在球场上就是最讨厌遇到这种 sorry 哥。对，就是因为他就是一直运气很好，然后他可能就是不小心的一直发生一些 save 给你。我们的亲家长得非常的清秀那他看这个球形留下的结果之后，也是略显无奈，但没办法，接球就是这样，一翻两瞪眼。好，我们来看一下智宇怎么处理这一组，一样继续做防守，但他是第一时间是抓这个母球回来。好，我们来看到画面中这个5-7这一组击团球也是相当的难处理。那智宇也在等待一个好的机会，伺机而动。哎呀，对，这场比赛蔡选手发生过蛮多次这样的状况。我觉得他有可能是主视眼跟干线没有重叠了就是他觉得他眼睛的视线有在干线上，但可能没有。miss 掉打空这样子发生违例，就给了庄智宇自由球，他也观察一下。对，这个5-7这一组，他可能还是想办法要自己解开来了。好，那他比这个位置，有可能是想要带开来。2号打一个拉杆，一颗星勾7号，然后母球做3号，然后4号球停在洞口前面。很少看他想这么久。对，他想要打一个算你厉害。对，他应该是自由球会摆在他摆这边的意思是，他决定去把那个他用274 key 进吧。OK， 他要这样 key 进的话也是可以。先把这2颗贝娃娃给解掉。好，再回头来打2。
好，一准天下难无难事啊，确实基本功够好哈，没错。想法就可以化作现实。好，角度留得还不错。对，白球完成撞击之后就纹风不动，定在那边，没有跑位了。这样子在处理6号的位置就很舒服。我昨天在我的个人社交平台上啊，就是看到一位记者朋友的那个学长，然后他去参加这个记者时期认识的朋友的喜酒。说着说着，我们志宇就好出现变数喽。然后他就去参加喜酒，然后有一桌呢叫做这个司法线的记者那一桌，结果那一桌全部都空了。因为大家都去守护昨天台湾大事情，是某一个政党的党主席哈，所以蛮特别的啦。就是新闻线的记者全部整桌空掉，是。好，我们来看亲家使用架杆棋，这好像是他第一次使用哦。对，在这场比赛，看一下他的架杆水准怎么样哈。没错。好，是打进了，但力量上好像不太对。哦。哇，这边想要削，他只能选择做右边了。可能要削得很薄。哦，没有，他选择灌球进攻。年轻人果然就是爱进攻。其实年轻选手要叫他做那个防守实在太难了。第一个，防守的技巧性又比进攻是多很多，而且只剩2球，我觉得也没那个心脏。尤其当你的对手是庄智宇的时候，哇，只剩2球，你做防守给他，他就硬解给你看。好，那这颗球也雕得不错啊。防守是需要很多耐心的啦。那年轻人现在还没有耐心，所以我说打撞球可以磨你的耐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然后比较偏静态的运动都是可以培养大家的耐心。好，看一下路线哈。好，想削这个保测会不会先？哦，他真的每次打黑球都会给人家一些高难度的惊喜。没错。哇，轻削8号球的右侧，然后也不用碰到9号球，现在来完成一个，看一下他的 finish 有没有办法完成。哇，2次9号球都差了一点点，是一样，这帅8号。好，我们来看庄智宇这一个9号球能不能成为他获胜的关键，顺利把牌给胡下来哈。好，场边已经在开始帮他跳舞了，是因为从这个9点半比赛到现在，大家也都饿了，想说打完之后可以去用个午餐，恢复一下体力，进行下半场。这边也出现了一些状况，运气，真的假的？运气，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啊！我的天，老天爷都站在他这边了，那真的是没办法了。好，我们恭喜庄智宇强运啊！没错最后是用这个意想不到的方式完成了9号球的进袋，这样他就以5-1
最后获得了通往16强的门票。哇，你怎么解释他今天的状况，教练？他今天的状况比昨天多一点，但他今天运气又比昨天好一点。这个人技术加运气，总是在这个。好，观众朋友，那在我们上午这样一连串的比赛进行到现在大概一半的时间哦，那刚才看到这个庄智宇跟蔡选手非常精彩的演出之后呢，我们稍后会来稍作午间的休息，然后会在表定的大概12点30分左右再回到比赛的现场进行16强赛。那我们刚来那场最后的9号球，教练来做个讲评吧。我只能说老天是眷顾拱狼我们看得出他访问的时候稍微比较没有那么轮转，那他可能就是憨厚老实派的，然后提供跳拱狼嘛，那他可能运气好一点，然后3颗星之后最后9号球 lucky 进袋，那他今天的状况也稍微多一点点，那不用怕，今天可能运气站在他这一边那看这个运气可不可以保持到他最后得到冠军赛，对，那我们也祝福他。好，观众朋友也欢迎透过我们扫描这个 QR code 加入到聊天室，这个和我们一起来做今天这种比赛的互动。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12点30分再回到比赛现场。我们先休息，待会见。